这老道目中神光隐去，定声道：道友既知贫道根脚，此前可是一直在戏耍贫道？李长寿淡然道：我与道友之先辈也算是有些交情，本不想让道友这般难堪。道友今日就这般退去吧。深海妖族你保不住，也莫要让我本体前来。你那斩仙飞刀对我这神通凝成的化身怕是无甚大用。不要惊讶，这先辈的交情嘛，仅限于咱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咱。你怎知我这宝贝之名？陆压道人也是一惊，斩仙飞刀他刚刚练成不久，面对过这宝贝的3、4名道人早已经烟消云散了。李长寿笑而不语，陆压道人目光惊疑不定。哼！陆压道人轻哼一声：今日就看在前辈你的面皮上，你们天庭若诚心针对我妖族，我定要去凌霄殿讨个说法。放完狠话，他身影一转，化作一束红光，唰的一声就消失不见了，走得无比迅疾。李长寿略微摇头，露出微笑，喃喃道：还算你这小辈识趣。言罢，转身朝着玉帝化身而去。玉帝化身向前迎了2步，传声问：这是妖族当年逃了的石太子？应该是了。李长寿传声笑道：小神也不知晓，刚才只是炸一炸他，现在看来倒是如此了。那斩仙飞刀倒是不凡。玉帝化身笑了一声：但长冈爱卿之极致更是厉害。李长寿叮嘱：陛下该领军去杀敌了，被这陆压耽搁了一阵，西海妖族说不定跑了多少。善。玉帝笑了一声，恢复原本的肃容，转身看向身后那数万天兵以及更远处飞来的大军，手中金光长剑高举，万千天兵齐齐欢呼，声震天地间，为了天庭。大军开拔，直奔西海。李长寿的指道人化身紧跟在玉帝化身旁，却一心两用，不断地思量着有关陆压道人之事。小琼峰丹房中，李长寿拿出一张模拟先生中的木牌，叹了口气，将这木牌扔了回去。这木牌上赫然写着：我太难了。唉，真的太难。封神大劫中与燃灯道人齐名，不断跳出来搞风搞雨，直接害死了赵公明赵大爷，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的陆压道人，现在这个时间点就被我给撞上了。我还是一个刚迈入金仙境，修为不过几百年的人教小弟子，撞上也就算了，双方彼此立场还决定了，必须要针锋相对。偏偏我现在又不是陆压道人的对手，也无法趁机出手将陆压道人给扬了，了断这一段因果。想办法，必须想办法。这位陆压道人此时从属哪方势力？李长寿心底沉吟几声，一阵琢磨。又或者是陆压道人靠着妖族积累修行，并未投靠哪方的势力。妖庭虽然陨落，但是妖族留下的遗产不容小觑，比如那遁入混沌海中的混沌钟，也就是东皇钟。陆压道人如果真的是妖庭救太子，那他很有可能得了妖族之才。开天辟地时，盘古大神双眼化作日月，为太阴星、太阳星，镇压天地阴阳二气。上古典籍，金乌族帝俊、东皇太一自太阳星中孕育而出，实力强横，各有至宝，后为妖皇。帝俊与妖后羲和生有10子，便是妖族10太子。妖族10太子皆有金乌真身，可短暂化作太阳星。五妖大战持续了半个上古时期，断断续续，时战时停。在巫妖大战的一段沉寂期，有妖族太子与巫族大巫夸父立赌约，
比脚力与飞速，这就有了夸父逐日。据人族典籍记载，其实夸父将迎读曰：10名妖族太子耍赖飞出扶桑树，化作10颗太阳炙烤大地，暗中为难夸父，却令夸父干渴致死。这就有了10日同天的典故。巫族有善射大巫，名为大羿，举弓射日，一连射杀9只金乌太子，妖族大能及时赶到，救下了第10子，这就是洪荒中流传的大羿射日。值得一提的是，后羿射日其实不是人族流传的那般，因妖族10太子烤死了不知多少人族，后羿为此大怒。这不过后来人族传颂时习惯以人为本位罢了。后羿射日后，巫族大战再次爆发，天地再次陷入无边战火。而最后逃过一劫的金乌第10子，自那之后就没有了什么消息。妖庭破灭之后，更是不知所踪。今日天庭来西海荡妖，路亚道人主动站出来阻拦，倒是意外地暴露了他的根脚。事后来看，今日之路亚道人心机有余，沉稳不足，完全不配与阐教副教主燃灯道人相提并论。路亚六亚，当年逃走的妖族太子，有可能并非是最小的第10子。小琼峰丹房中，李长寿起身来回踱步，细细地思量着刚才在西海发生之事，分析着此事在今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刚才如果李长寿能不站出来，自然不想站出来。飞身向前阻拦斩仙飞刀，绝非是鲁莽之举，也是有过细细的权衡与思量。重点就在于李长寿完全无法确定玉帝的化身与玉帝本体之间的关系。按洪荒最普遍流传的化身之法，若是化身被斩，本体便会大损，那玉帝平白无故重伤，后果必然是难以控制。轻则玉帝大怒，不惜一切代价干掉路亚，封神大劫剧本因此大改，圣人老爷提前有所感悟。参照上次文静道人之事，怕是会诱发其他的因果。重则玉帝大哭，转身去紫霄宫找道祖哭诉：哎呀，老爷呀，不知道哪里来的小瘪三，都能把弟子给欺负了，我这个玉帝当的也太窝囊了。然后这封神大劫提前了，道门3教被劫运缠绕，3位圣人老爷对自己跟路亚道人投来温柔的目光，哎呀，想想就可怕。玉帝又是遇刚则刚的性子，忍下这口气自然是不太可能。这是在他海神的地界，玉帝化身也算是他一本奏本请来的。如果真的出事了，李长寿便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而李长寿敢用指道人去挡斩仙飞刀，所凭的便是自己指道人的特殊性。当时是有了一定的把握才冲上去的。再者，法宝伤人，绝非无迹可寻。若斩仙飞刀是直接取人首级，自己指道人死了也就死了；若是斩仙飞刀直接斩元神，自己指道人也无元神可斩。李长寿自然是考虑到了斩仙飞刀这件在今后封神大劫之中名声大作的大杀器，或许存在顺着网线冲过来的微弱可能性，所以指道人拦在玉帝化身前的那一瞬，李长寿已将那颗9转金丹扣在手边，并且随时准备呼喊圣人老爷。第一只指道人被斩之后，李长寿迅速总结，发现这斩仙飞刀也没有所想的那么吓人，确实这是一把斩元神之利器。先将元神定住，随之斩杀元神，最后取其头颅。斩仙飞刀发难时，李长寿看到了翻涌而来的血浪，自己的指道人无法做出任何反击，已是被斩杀。但远在小琼峰的本体元神安然无恙，只是在心底留下了少许的惊惧之感。这就好比是自己的指道人能成伤10，
斩仙飞刀造成了999的伤害，只能够把纸道人毁得更彻底一些，没有其他的意义。于是李长寿的底气更足了一些。最后为了让陆押道人早些离开，他还罕见地吹了一次牛。今日之陆押与封神时那个谈笑间赵大爷惨死于床榻的神秘道人，差别确实是有些大。李长寿没有见过陆押道人之前，对这位左手斩仙飞刀右手定头七剑的道人就已经无比忌惮。今天意外在西海碰了碰，李长寿的心底忌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浓了一些。如今的陆押道人必然还存在着再次提升的可能，斩仙飞刀似乎也不完美，定元神之法有待提升，这应该是斩仙飞刀发动的先提条件。而且那些玄乎的定头七剑书，有一说一，要不要稍作设计，让赵大爷提前搞掉陆押道人？心底刚刚泛起这般想法，李长寿捏了捏下巴，立刻就将其打消了。若自己真的去这般做了，而赵大爷未能杀了陆押道人，反倒是跟陆押结下了仇怨因果，那这不正合了赵公明的命数吗？稳妥起见，自己此时不能去多管封神之事。李长寿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现在也算是有了眉目。想要保住赵大爷的性命，绝对不能干涉太多太早，必须要让赵大爷走到原本的命中大劫，在被封神时稍微的更改一下上天的方式。这里面大有讲究，被打死之后，一缕元神上封神榜，今后便是天道之傀儡，玉帝随便一道旨意就会被天道强制执行。肉身直接上封神榜，却是如李长寿这般在天庭中任职，自己想走就走，有基本的选择权。当然最惨的还是被打死了却没有办法上封神榜之人，那真的是纯白死。想救赵大爷最稳妥的出手时期，就是在封神大劫中赵大爷应劫前的时刻，那样才能够最大幅度的减少因果，只需要稍微改变赵大爷的上天的形式罢了。现如今我自己在天庭尚且立足未稳，还是安心做好这个海神吧，那些都是后话了。李长寿轻轻一叹，将这些想法埋在心底，全身心地做好自己现如今的本职工作，保护己方日天元帅。接下来玉帝的化身去到哪儿，李长寿的化身就跟到哪儿，这可是功德金身呐，离体的功德金身，横着磕着那都是漫天的功德金粉啊。李长寿迫切地想跟玉帝商量商量，自己把龙族扶上天庭也不求别的，玉帝陛下能帮自己定制一个功德金身就够了。日想天开，天庭与龙族的联军掩杀而至，西海群妖象征性地反击了一下，随之就四散而逃。但是逃出洪荒天地的路径此时已经完全被封死了，他们东奔西走，也只是给天兵天将增加一些脚程。用天庭官方的说法，这场大战如火如荼，生死搏击，双方打得昏天黑地，海水之中海鲜欢腾。很快浴血奋战，持剑砍妖的玉帝化身豁然转身，看着一直跟在自己3丈之内的老神仙，玉帝化身转身道：长庚爱卿，你这陛下您看您的，不必担心小神。李长寿含笑点头，传声道：小神在陛下身旁守着，别让那个道人杀个回马枪。玉帝化身传声：爱卿莫要担心。罢了。看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含笑而立的老者，玉帝也是没办法端起天地的威严，继续转身率军冲杀。李长寿想了想，在袖口拿出2只纸刀人扔了出去，化作2名银甲壮汉，一左一右跟在玉帝的身侧，各自持剑持枪与敌酣战，护卫在玉帝化身的身旁，提供全方位保姆式的战斗服务。而在大战之中，李长寿也发现了几个不错的天降苗子，比如自家2教主敖乙，
这一声不吭，带着一批龙族兵马，啃最硬的骨头，杀最强的大妖，青龙真身不断的翻腾。那个见一个爱一个的天斗元帅卞庄，这次呢也混到了一个小将军之职，带领2000天兵不断的冲杀。意外的，卞庄在大战之中还真有几分男儿风采，手中的9齿钉耙更是大战之利器。也不知道卞庄是否有水中斗法的神通，身形比在水外还要灵活，9齿钉耙之下，除去那些上了年岁的老妖之外，几乎是无一合之敌。李长寿将这些都暗自记了下来，稍后呢还可以上奏给玉帝陛下。是人才就善用，天庭现在就缺这个。然而李长寿最后才发现，自己记录这些完全没什么用。半日之后，西海战事稍停，天兵天将与龙族兵马合军一处，随后便一南一北扫荡西海深处。玉帝化身总算是做足了大将军的瘾，回了中军端坐，这让李长寿着实是松了一口气。该想个办法，让玉帝今后别搞这种御驾亲征的幺蛾子才行啊。这股大军在四海中巡查了半个月，将那些深海妖族杀的杀，抓的抓，也顺带的袭击了几处海族叛军。龙族对天庭越发的信任，那些龙族长老看天庭天兵天将的目光也是满是善意。待东木公道，如今深海妖族已被驱逐，四海清宁。前后不过16日的天庭出用兵热热烈烈的落下帷幕。而东木公话语刚落，天地间出现了一道道金光，天道降下天道功德，化作漫天金雨，洒向了天庭与龙族大军。原本有些疲惫的天兵被金雨落在身上，顿时精神抖擞。而龙族先教兵虾兵蟹将沾了毛毛细雨，也是激动莫名，